师傅，你现在舍弃肉身，灵魂出窍，帮徒儿练成这10亿尊魂幡。待徒儿的成仙后，徒儿为你重塑肉身，你可敢？孽徒，你管这破布交魂幡？为师即便将死，又岂会被你这小子算计？你就不怕我当场杀了你？老僧，这万魂幡本就是我东拼西凑练出来的，说白了只有收魂养魂的功效，你爱进不进？你只是为了保我魂魄？不错。只要能保住魂魄，就还有活的希望。你这婆婆妈妈的，哪有半分魔门弟子的狠辣？再者，让人知晓你有着藏着通玄境主魂的万魂幡，你能保住它？纯粹是自找麻烦。你就说进不进万魂幡吧。这法宝内部空间养魂效果竟如此之好。万魂幡乃聚阴之物，离不开自阴卦。我也是据此改良了炼制之法，这才有此奇效。这小子难道是个天才？说不定还真的能成仙。这可是通玄境的肉身，不能就这样浪费了。徒儿，你这是在干什么？当然是把师傅您的尸首炼成僵尸，总不能浪费吧？我去，逆徒，我弄死你呀！师傅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轻点儿。徒儿，你这是要去干什么？老登，你还好意思问？如今我已经起灵，你连颗凝气丹都没有，我自然要另寻他法。凝聚气海，那你是要上山采药？凝气丹虽说不难炼制，可这主要玄机路却是极难寻到啊！师傅放心，徒儿可没打算耗费10几年去炼制1枚凝气丹。难不成是血炼之法？你就不怕怨气冲天，引来正道修士？一旦被盯上，那就是等死。邪炼是没错，可我又不是去屠杀百姓。你说人与禽兽有何区别？受血炼功，你疯了！为师教你血炼之法就说过，受血极其容易损伤神魂，不等你凝成气海，便会让你沦为毫无理智的疯子。你咋就那么墨守成规？找到受血让人陷入癫狂的原因，不就能解决这难题了？千百年来都无人能解的问题，你又凭什么能解开这秘密？师傅又怎知这是无人可解的难题？这条路我还就非走不可了。再说，若只会循着前人的老路走，徒儿又怎能成仙得道？你还真是朽木不可雕也。罢了罢了，这徒弟自己是教不了，且等睡醒再看，看这小子能修到何种境界。我也该为血炼之法做做准备了。凭我现在的修为，被咬一口还是会很痛。老登，该你上场了，差是差了点，勉强用吧。希望不要给我咬坏了。通玄境的肉身就是不错啊，这都没坏。师傅，老登应该不会怪我吧？算了，先回去吧。按照书中记载，应该是将兽族精血搭配各种草药混合炼制而成。忙了这么久，才搓出半葫芦血丹，累死老子了。如今丹药有了，接下来便是寻找小白鼠了。谁？这位兄台，我们一家3口逃难至此，这孩子已经饿了3日，可否施舍一点肉汤粥水？相逢即是缘，几位随便吃就是。谢谢恩公，谢谢恩公。说完，他们就盛着3碗肉汤在角落里狼吞虎咽起来，这才像从鬼门关拉回来一样，恢复了生机。多谢恩公一饭之恩，在下没齿难忘，之后必当厚报。严重了，就是一锅肉汤而已。看你们这样子，不像是来逃荒的，怎会跑到这深山里头了？在下赵河州崔县人士，今日县里突然下令，要征集3000名10岁以下的孩童送往清河剑派修行。灵修剑派不是当今正道第1仙门吗？怎么会如此行事？想必是有魔门中人假借清河剑派之名行事吧？他们还真是不怕死啊！
也是苦了赵兄了。这里距离崔县尚有百里之遥，还是早点歇息吧。次日，赵河州醒来，便发现庙里多了一些野兽和飞禽。这是什么？赵兄不要怕，这是我抓来的妖兽测药用的。赵兄，昨日听你谈吐文雅，想必是识文断字之人，不知可否帮我一个忙？恩公尽管吩咐。这野猪和鸟儿都被我灌了药，用来测试药方。可我今日有事外出，烦请赵兄帮我盯着，一旦有任何异常，务必仔细记下。当然，边上的肉汤随便赵兄你们吃。多谢恩公，在下一定仔细记录，绝不遗漏分毫。臭小子，你就这3人留在身边是何用意？还是说想用他们试药？您不好好调养魂魄，还有闲心管这些琐事。为师只是担心你暴露份拖累为师。崔县之事多半是有人假冒清河剑派，收集童男童女，清河剑派定会派人前来查他，你最好小心些。放心，若是被抓到，我把您供出来挡灾不就好了？就说我是被你逼的。一天不挨打，是不是浑身难受啊？好你个老邓，我被魔道讲究的不就是一个随心所欲？为何救他们3人？当然是我乐意。至于清河剑派，干就完事儿了。哈哈，你小子还真对我胃口，是修魔的种。不过我怎么还是有股怪怪的感觉？你小子是不是背着我做了什么？那不能够，像我这么孝顺的还真的不多见了。随后我飞身来到狼群的领地，我看着远处的狼群，再次将师傅傀儡放出。上吧，师傅，就决定是你了，一个不留。哈哈哈哈！老邓真棒！好小子，你拿为师的肉身当狗用呢？师傅，你都已经死了，肉身没啥用，我废物利用一下咋了？我让你废物利用，让你利用！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别挠了！走，有人来了。这么远都有魔修的气息，必须快点赶去崔县查看情况了。师傅，那颗流星有何门道？那是清河派的剑光，御剑飞行至少也是通玄境修士，只凭眼神就能斩下你的脑袋。哦，看来那假冒清河剑派的狂徒怕是有难了。这个地方不安全，尽快离开吧。随后，我和师傅带着晚上狩猎的野狼回到破庙。壮士，这野猪和鸟儿毒发之前的模样我都仔细记了，请你过目。这小子不错，竟然记录得如此详细。根据记录上所写，血丹进入野猪和小鸡体内会让它们呈现狼的食性，随后暴毙，而只有同为野狼的妖兽才扛过来，实力还有所增强，应该是兽族残魂不同源导致的。所以只要炼化精血的残魂就行。而我现在最不怕的就是残魂了。师傅，我给你送点补体。噗噗。小子，你居然坑我！师傅，别装了，这些狼崽子顶多咬你几口，你又死不掉。臭小子，你给我等着！三级！你这小子，还真让你解决了血炼之法的难题。可是用兽血替代，修的还是魔道吗？随后几日，我将炼好的血丹喂给不同的妖兽，发现他们没有大碍，反而实力有所提升后，我才放心的修炼。可是却又发现了新的问题。师傅，我要去崔县。孽畜，你莫不是疯了？师傅，虽说兽血丹令人癫狂的难题已然攻彻，可如此一来，兽血丹的药效却大打折扣。这里的资源已经不够我修炼了，只能去大城镇看看。一旦遇上清河剑派的修士，你身份稍有暴露，便必死无疑。师傅，我自知没那个本事将万魂幡藏得滴水不漏，所以咱们师徒怕是要暂别一段时日了。孽徒，你说什么？你莫非要将为师给扔了不成？怎么可能？徒儿是那么孝顺的人吗？我会给你找个安处处，等徒儿修行有成，定会前来寻你。哼，你一个初出茅庐的小魔头，还没到出师的时候。师傅，你也婆婆妈妈的！为师如今将魔功尽散，只要稍加掩饰，便是法宝自生灵运，而非魔头转生。除非被人搜魂，否则清河剑派掌门来了也看不出端倪。
3年，你若达到河道境界，为师兴许还有救。师傅放心，3年内我一定找到救你的办法。大家都散了吧，今天有事，改天再出摊。哎，怎么这样啊？还半天还好甩掉了。道友，你已经暗中跟踪我数日了，可是有什么事吗？清河剑派苏纯一，道友无需担忧。清河派弟子从不干杀人夺宝之事。我暗中观察道友数日，见道友卜算精准，洞察人心的本事也非同一般，故而特来相请。苏姑娘言重了，在下一介启灵境下的散修，又能帮上什么忙呢？正因道友有如此过人之处，我才敢冒昧相求。实不相瞒，我到此地已有些时日，却依旧寻不见那假冒之人的踪迹。而且我暗中查访多日，只觉此事越发扑朔迷离。崔县县令此番强征童男童女之举，似乎并非受魔门修士蛊惑，反倒像是得了朝廷中人的指示。凡人的朝廷，他们要这些孩童何用？这正是令我百思不得其解之处，实在无从下手。而且临行之前，师门长辈再三叮嘱，此行危机四伏，我会遇上此生宿敌，切不可轻举妄动。不过卦象还算出我会邂逅一位贵人，能助我化险为夷。我觉得你就是那位贵人。近日道友是在找凝气丹的材料吧？这些便是见面礼。若是道友愿意帮忙，后续报酬也不会少。倘若此刻拒绝苏纯一，便等同于将清河剑派这棵参天大树拒之门外。再说了，清河剑派说不定有能救师傅的办法呢。我愿出手相助，不过我还有个不情之请。不知是何请求？先生但说无妨，我定当全力促成。我想先行炼制凝气丹，待我修成丹田气海之后，再着手调查。修行乃根本所在，我有一处净室，恰好可供先生使用。这几日先生只管安心修行，我也需再去探听些消息。待先生出关，咱们再一同彻查此事。这位苏姑娘委实太过好说话，正道中人难不成都这般好胜？那自家师傅莫辞怎会被追杀数百年？他到底是干了多少天怒人怨的坏事？先生，上来吧。算了，自己初次随着师父飞上天界之时，也是这般。不用管我，可能有点晕剑，你先去忙吧。先生请随意，我虽不精于炼丹之术，但门派之中存有相关典籍，这些或许对你凝聚气好能有些许助力。谢谢，苏姑娘。谁？血炼之术的气息，这附近难道有同行？先生修为低微，竟然也感知到了，我果然没看错。我们去探查一下吧。这是有魔头在用人练功。难怪正道对魔门杀得这么狠，这手段就连我都看不下去。苏姑娘，看这尸体应该有几天了，那魔头说不定已经走远了。无妨，我能寻到。那魔头就在东北处300里之外。师傅啊，咱们魔修还是见识太少了。此行或有风险，我未必能护先生周全。我有3道剑符赠与先生，你可留在此地静修。少则3日，多则5日，我定当归来。这位苏姑娘当真是嫉恶如仇啊！小子，这弃尸之地不寻常啊，多半有宝贝。老大，我早就知道。那你还愣着干嘛？还不快去拿！有也是魔道宝物，你不怕他一剑砍了我？你不会先把宝贝藏起来吗？难不成还想入赘清河剑派不成？若是苏姑娘不嫌弃，我倒也不介意。你个傻小子，你就不好奇里面藏了什么？好奇自然是，但事有轻重性缓急，我还是先练气海再说。定力这么好，罢了罢了，你自己决定。悬炉架火，引天光，容取贤兮，路入江，九转攻城，滕子燕3成。这就是凝气丹吗？季轩，
给我娘！看来现在应该去诡异之地看看了。佛像，难道是涅槃宗的妖僧？可恶，动不了了！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，自废双耳。剑符去！竟是夺舍邪咒灵童，这不是那个即使身死也能快速复活并夺舍的魔道宝物？不过这个上面的禁制，你现在还破不开。等等，若是苏姑娘将那魔头砍了，她岂不是要马上夺舍？放心，凭借那个小姑娘的实力，还是要花费些功夫的。这本书才是真正的宝贝，3道剑符都不能损伤分毫，快注入灵力看看。地藏本愿经，竟然是神魂秘术！我之前都没见过神魂秘术，这小子竟然……剩下的血丹和万魂幡倒是没问题，不过这个邪咒灵童怎么处理？师傅，你说他刚复活，是不是虚弱至极？我们要不要做准备埋伏他一手？妖僧哪里走？清河剑法，青莲破狱！施主恶念缠身，不懂我大乘佛法的精妙。我涅槃宗普度众生，哪里是什么恶人？妖僧少在这里妖言惑众！剑道青莲，开！不知死活！万魂殿剑，以身养剑，你竟然真的敢以身养剑！还好，我早备下了丹药和邪咒灵童。苏春一，咱们的账还没完。不对，我怎么在别人的万魂幡里面？道友，修仙不努力，魂卡里面做兄弟。施主，我们并无过节，不如放我一马，日后定当报答。前辈，你现在交出魂权，成为我这10亿尊魂幡的分魂，然后再跟随我100年。100年过后，我还你自由。前辈，你可敢？小兔崽子，你想要拒我魂魄，害我性命，还要我认你为主，你想屁吃！哼，前辈，你这是敬酒不吃，吃罚酒啊！你竟敢！上路，有仇的报仇，没仇的报怨。让这些冤魂报了仇，他们就不够凶了。这万魂幡对你来说是上好的法宝，真让这些冤魂了却心愿，自行散去，这法宝就毁了一半。师傅，请放心，没掏空这魔头所学之前，我会留他一口气的。至于其他冤魂，你总不能让我压着他们，不让他们报仇吧？为什么不能？他们又不是你杀的。万魂幡不是这么用的，就是要狠狠折磨，培养这些冤魂的凶劣之气。等放出来的时候，以法术误导这些冤魂，让他们看到什么都当成自己的仇人，那样才有万鬼之人的威势。一旦让他们折磨那和尚，戾气很快就消散了。师傅，你这账怎么算的？我还不如用这万魂幡跟苏姑娘多换几张剑符呢。你真以为那剑符是寻常灵符？那种威力的剑符，怕是苏纯一的师门长辈送的保命宝贝，这小姑娘自己肯定是练不出来的。那这个人情挺大的，我也只好以身相许了。小子，你别没正经，你别忘了自己的魔修身份。做人做事最忌讳就是当墙头草左右摇摆。师傅，帮人就帮到底，要跟苏姑娘合作，那就不要中途暴露魔头的本性。好了，你自己考虑吧。苏姑娘，你怎么回来的这么快？谁把你伤成这样？对不起，先生，我找到了那魔头，可惜只斩了他的肉身，让他神魂走脱，担忧先生有危险，便赶了回来。不过，看来我还是来晚了。
感谢苏姑娘赠药，不然估计要休养100日才行。区区小事，想来先生遭遇了不少危难。关于那魔头的去处，还有这坑内的秘密，可否请先生为我解惑？还好没听师傅的将这个据为己有，差点跳出黄河也洗不清了。苏姑娘，我只知道那魔头夺舍重生之事，至于他之前做过的恶事，不如我们来问问这些受害的怨灵吧。无知小辈，你阴不阴呐？破我血咒灵童，盗我魂幡，肯定是魔道中人。苦厄和尚，你这是在找死！哼，这魔头死到临头还想挑拨离间，苏姑娘，你听我狡辩啊，不，解释。我身为一介散修，懂得一些的旁门左道很正常吧？不过我对天发誓，从未做过任何伤天害理之事。我自然信得过先生。不过这万魂山与邪咒灵童准备如何处置？我一介散修不懂这些规矩，苏姑娘是名门大派出身，应该有相应的流程吧？不妨让我长长见识。万魂幡乃是魔道法宝，按照规矩，我们也只能销毁。我可以让这些怨魂无痛而逝，这是我唯一能做的。是精品，就此回去可惜。不过这是先生你得来的法宝，我不好越权处置。只是先生若愿意将万魂幡交予我销毁，我愿意以此物交换。此乃我年幼时所用剑匣，论威能，不比这万魂铃差，足以弥补先生损失。苏姑娘这份礼物太过贵重，我不能收。至于这万魂幡与邪咒灵童，我还想请苏姑娘你帮我一个忙。先生请讲。苏姑娘，这孩儿虽然神魂破碎，但还活着。这是我从古籍中找到的神魂秘术，我觉得这秘术若是能改良一番，未必不能救人一命。不是说散修都视财如命吗？而他为何？此物同样贵重，而且先生你若是觉得可以，为何不自己动手？我资质愚钝，精研10年未必能有成果，但清河剑派高人甚多，若有这份秘术下注，想来短短10日便可研究出救人之法，救人一命，终究是大功德。我果然没有看错人。好，我答应你，我这便将秘术送回门派之中，求师父出手救人。若是这秘术当真有救人之法，我也会抄录一份送给先生。便宜师父只剩3年时间，我确实没把握悟出修复神魂之法，但如果清河剑派出手，那成功几率就大上许多。到时候师父的神魂或许便有救了。先生，如今冤魂已经入土为安，因果也尽数了效，我这便带邪咒灵童回清河剑派，求师父救他一命。非现之事，就拜托先生了。苏姑娘慢走。苏姑娘最后竟然还是将剑匣留给了我，这是传训令牌，怕不是苏姑娘有事交代。先生大义，愿意为无辜受害之人寻找生路，但这万魂幡并非所有正道修士都接受，还是少用为妙。这剑匣对我已经无用，便也留给先生了。玉牌乃清河剑派之物，若遇责难便出示解释，正道门派大多会卖个面子，请先生千万保重，来日再见。祝愿你我修为更进一步。别乱想，你这小魔头，纠缠越深，身份败露之时，你死得越快。师傅，你怎么就没看出徒弟的一片苦心呢？哼，你还苦心？没给我炼化算是好的了。师傅，你想想，如果清河剑派能救活邪咒灵童，那和他同样状况的你呢？我也能为清河剑派救活。别太着急，师傅，我和苏姑娘关系还没好到能让清河剑派掌门帮你恢复神魂，而且那位掌门怎么想的还不好说。不过这总算是个法子，至少现在看来有希望。对，你做得很好，我再传你一些手段，一定要将他拿下。师傅，这就免了吧。你这孽徒，以为我不知道？你个单身狗，哪里知道怎么讨他欢心？你以为长得好看就行了，在凡人眼里也是要。你真要去查这童男童女之事？我知道有古怪，不过既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事，和苏姑娘交往应该开诚布公，若是弄虚作假，反而毁了交情。罢了，你小子比我聪明，如何把握你自己考虑。为师要歇一歇了。不过有3件事你需要听我的。师父有何吩咐？第一，趟浑水之前，先将那剑匣炼化。那小姑娘已经将炼化之法留在剑匣上，应该不花多少时间。第二，你还要选一门法术，专心研习，以备斗法之用。好，我答应了。
那第3件事呢？第3件事，记得蒙面。你如今的模样，再去催线，会引来许多不必要的麻烦。为什么？你刚刚凝练气海，自有灵气汇聚，从你4肢百骸，甚至是皮毛钻入，不断为你发毛洗碎。若是相貌平平无奇，倒也没什么，最多添几分仙风道骨。但你这张脸，确实是有为师当年的风采，魅惑的效果便尤其明显。寻常人见了，只觉是天神下凡，一眼便终生难忘。这不就是美颜滤镜吗？不对，不仅仅是滤镜，还自带魅惑型体香。师傅，这种情况会持续多久？你本是纯阳之体，又年轻，体内杂质不多，最多也就持续1个月。1个月吗？倒也够了。孽徒，你想做什么？你可千万别想用这种东西对付苏纯一，凝气境以上修士都不会受到影响。师傅，我又不是小傻子。再说了，苏姑娘与我是君子之交，哪里用得着这种手段？那你究竟想做什么？崔县说到底还是那位红玉郡主的封地。根据苏姑娘的调查，强征童男童女的命令来自朝廷。这么巧，这位红玉郡主就要来崔县了。你说这事与她无关，我是不信的。你这小魔头想使美男计？师傅放心，倒不是真要去将那红玉郡主迷得失了魂当人质，不过是想早点找到突破口罢了。不过朝廷的事情错综复杂，想要接近红玉郡主，最终还是需要灵气。就是不知之前故意让苏纯一解除隐藏幻术，当众御剑飞行的事情发酵的怎么样了？想来这仙人御剑的故事已经传出好几十个版本了吧？谁好人家魔修这么抛头露面？要是身份败露，你都不够他们杀的。这不是让他们以为我是仙人，以后好找我算卦赚钱吗？接下来就是炼化这个剑匣了吧？去！厉害，不愧是清河剑派的法宝。不过这消耗也太大了，以我如今的修为，只能勉强发出3道剑气。法宝算是练好了，接下来便是法术。随后我进入意识空间，这个秘术第1层有4个法术，分别是拘、锁、问、行。而锁魂之术正是我用来抓住苦厄和尚的关键。既然已有基础，练起来也能快些出成果。而这锁字诀的第1招便是定身术。恩公，怎么样？那苦厄和尚招了没有？回禀主上，那和尚嘴硬得很，到现在还没开口。还没？带我去看看。来，解开他的锁链。恩公，虽然他修为受损，不过解开锁链，我们怕不是对手。无妨。遵命。小兔崽子，受死吧！锁。卑鄙！你们一些旁门左道算什么好汉？我们都是魔修，那还算好汉？有仇的报仇，没仇的报怨，给我上！不是小子，你不是想要我的功法吗？你倒是问啊！我说，我什么都说啊！疼死我了！我记得我走之前是在这里寄存了一个包裹吧，然后才让苏姑娘带我飞走的。按理来说，这里应该是人满为患啊，难道我的名气没有传开？茶馆出了什么事？你是？县长，你回来了！你终于回来了！稍安勿躁，告诉我发生了什么。县长入罪，包裹被人抢走了，他们封了茶馆，还伤了掌柜，都是我的错！县长饶命！县长饶命啊！你说什么？你就夸我和仙子容貌绝世无双，他们就这样对你，还打伤了这么多百姓，可有报官？报了，但衙门说县太爷事务繁忙，没空升堂，让我们回去等着。我听说他们给衙门送了不少银两。看来当初赵和周说的没错，崔县县令确实是个贪官污吏。那些恶徒在哪儿？叫什么名字？他们有10几人，小人不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，不过还留了一句话：若是要找他们，便去横道客栈找天字4号房。
小子，看来动静太大，被盯上了哇！你说，如果我能铲除这帮恶徒，我的名气会不会更加响亮？到时候也能凭借为民除害的名头，去见见那位郡主呢。你放心，官府不管，我替你们伸冤。小子，你真要去啊？这个明显是针对你的局啊！那当然了，就算遇到危险，我直接搬出清河剑潘不就行了？说白了，其实是前世的大侠梦作祟而已。今日来是要扬名的，便稍微欺负一下凡人吧。